朋友们，之前灌的100斤干肠晾好了，今天到了收成的日子了。之前咱不量过吗？肉和料一共是120斤，晾了10来天，要再风干就能变成磨棒了。现在呢，120斤缩成了55斤，这1斤的成本大概是30块钱。反正我家人多，这些也就够吃2月的。但要是一家3口的话呀，就是只要储存得当，我基本敢说下一届冬奥会你仨在家啃的还是这笔肠。然后要开化了，今天把冻货吃一吃。这小坡是我爸自己建的冰箱，5开门的。今天掏开一个门，里边大鹅、羊腿都干掉，完炖大鹅，让我哥在这看点火，问他好几遍，就说没熟的。等最后盛出来，我看他们大鹅都快没有了，还做了个辣海鲜锅。这海鲜是过年我给我姨姥买的，让我就捎过去，我就上楼忘拿了，放车里全冻了，第二天又给我送回来了，那他妈给我气的呀！我正月剪了2回头都没消气儿。给我爸冻的牛奶搅成牛奶花生冰沙了，做了个风味茄子。所谓风味就是虾炒一家一个味儿，还做了一盘锅巴肉。这玩意儿就得趁热吃。但是从过年到现在，顿顿都吃肉。我在得物买了个联名款的呼啦圈，减肥这事儿不能再等了。这挺方便的，大小也能调，然后硅胶垫也不硌得慌。打完折才100多块钱，链接放评论区了，里边还有不少居家运动设备，有想法就赶紧干。反正减肥这事儿吧，只要你动过2天这个心思，那基本就宣告有空你直接看看大码衣服吧。来吧，锵锵了，蒜虾、花沙、鹅肝、烤腿、烧鱼、骨菜、锅包、干饭、辣海、风旗。今天吃完饭把干肠和冰激凌分了，一份一份的，分得跟伴手礼似的。干肠给你们也准备了几份，等我想想怎么发啊。反正下次灌不一定啥时候了，要是不着急吃，可以给它裱起来。我要是走在干肠前面了，你们也算掏上了。我最近发现红糖居然是甘蔗做的，我寻思这要在家也能做，那每个月就不怕肚子疼了。正好这几个老嫂子快到日子了，我今天买了200斤甘蔗。第一件事还是先上秤，但他竟然少给了我25斤，这张纸记录了善与恶呀！你就说这种卖家他怎么让我在这迷人的互联网里继续投入真感情？然后给甘蔗搓个大枣，就准备给他蜕皮了。可能是最近总跟热带水果打交道的事，我们从来没干过这活，但是削皮却异常的熟练。削完这层皮，里边其实还有一层皮是耽误榨汁的，但这层用刀就不好削了，就只能用胖了。削了皮的甘蔗，先用锯给它拉断，然后用插菜板给它插成细蓉，这样等会儿好取汁儿。但是速度实在是太慢了，我们4个加起来1个小时就能插出40-50根。我一看这不行啊，这不又奔天亮去了吗？必须得用点科技手段了。然后我就点了个外卖，我又买了5个叉子，我看粗一点的能不能快点。插到后半夜2点多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快缺氧了，想吃点凉快的，就做了一锅炒酸奶，先精神精神。今天用的是 AMX 丹东草莓酸奶，这用的都是正宗丹东草莓，味儿特别浓，而且还是零蔗糖，酸酸甜甜的，好喝还没负担。这一碗就撒点坚果，哎，我吃太爽了。然后那天看直播的有印象吧？3点10分的时候，我们准时撂蹶了，剩那几根说啥也不干了，胳膊都麻了。我连夜把那个良心卖家的差评都改成好评了，而且这盆里的东西，我现在有点不能直视。这一捧拿起来，像不像把肉松和椰蓉放一起了？甘蔗和姜汁儿啊，正好这么一大锅，我现在都有经验了，这一锅最少6小时。然后想起熬椰子油的事儿，给我点启发，我这回先把明天早上的晚饭做出来，而且我看看这个红糖能不能抵得住海鲜的寒性。这锅糖水啊，熬了5个小时就很浓稠了，然后就生给它搅成太妃糖，这样就可以装模具了。后来冷却了，它居然真的变成红糖块了，这一大块看着多踏实，那老母牛肚子疼也够喝了。然后锅里还剩点嘎巴，赶紧盛出来给老嫂尝尝。但此时我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，因为我熬的时候只放了甘蔗汁和姜汁，那是不是说以后肚子疼的时候可以直接吃甘蔗呢？我最近爱上了用铁锅炒菜，但是查了一下手打不粘锅的价格，便宜的不敢买，贵的还不舍得，所以在综合考虑了一番之后，我买了2块铁板，决定自己在家砸一个。然后研究了好多纪录片，看起来不太难，但是干上之后发现全是知识盲区，光点火就研究了小半天，好在晚上连线了一个铁匠老师，操着一口非常标准的山普，给我们梳理了一下目前工具、模具、手法的问题。就他讲完之后，我们变得非常有信心，所以连夜又换个地方开始搭炉子。这一天呢，忙活了20个小时，锅一下没砸上，光他妈搬就完了。然后按纪录片里讲，铁板要烧到2000度左右才可以去杂质和定型，这就是所谓的趁热打铁。这温度别说炼铁了，炼我都够了。但是我们没买到砸锅专用的铁枕子，就只能用废轮毂简单充当一下锅型的模具。所以砸了1天之后，这锅看着跟刚出土似的。然后又联系了一下老师，但老师说现有条件也就只能这样了，剩下的只能靠冷锻了。他说完之后，我彻底破防了，因为冷锻还有一个更通俗的解释，就是拿个小锤生砸。
然后砸了一宿之后，简单抛了个光，这回看着顺眼多了。接下来就是著名的36000锤了。完，我们寻思先找个地方蹭会空调，没想到变成了大型社死现场。认识我们的跟看猴似的，苦苦照相；不认识还以为我们要砸店呢。然后在那干坐着，实在太尴尬了，就随手买了几个冰激凌，结果发现意外的好吃。本来挺 emo 的，吃完马上来电了，甚至觉得抡大锤都有劲儿了。然后回砸鱼鳞纹的时候，从天亮砸到天黑，砸完感觉胳膊都没知觉了，但是就是手艺太差了，这纹路不太像鱼鳞，都有点像狗啃的。然后连夜开了个锅，又火速煎了个鸡蛋。这个锅在经历了将近10万次的捶打之后，终于不负众望的变成了一个嘎嘎粘的大粘锅。我吐了我。后来发现是开锅的问题，就耐着心了又重新开了一遍，然后没放油，打了个鸡蛋试试。这回它终于变成了一个超级不粘的不粘锅。忙活了3天3夜，一共没睡上10个小时，这锅现在比我命都金贵。然后做了一碗富含铁离子的茄卤凉面，还买了几个好吃的冰激凌。这个夏天呢，有这3样我可太满足了。那么至此呢，人生3大苦啊，我们已经有幸体验到其中2样了。如果有一天我的 IP 定位变成了江浙一带，那大伙就消停在家等视频吧。趁现在还能喘气儿，我一定找机会体验一下撑船的乐趣。我最近不是做了好多自制的东西吗？但是翻车的太多了，我怀疑这个房子 Wind Water 不行，所以密谋了好久，决定搬个新家。但是这仨活爹搬公司怕碎，多数都不接，路程其实就10几公里，我决定拿手推车给他推过去，就当团建的。完怕路上饿，还做了不少蛋堡，肉馅放的这个乌江千盐榨菜，升级减盐30%，提味增鲜，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。然后我们现在住这个房子吧，是6楼的楼梯房，这仨爹加起来得有500多斤吧，还没个拎手。下楼下了6个小时，我上一次因为下楼直不起腰，还是在7年前。那年我他妈下的是泰山。完绑完酒，我们就上路了。路上好多人问，这是要出夜市呀，还是要出国呀？然后推了3个小时，就遇到了这次搬家的最大难题，就是跨江。我们需要把这800多斤搬上桥，但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发现它根本就一动不动。完说先吃点饭吧，就在道边支了个齐齐哈尔 BBQ。我发现烤肉加榨菜这个搭配挺绝，吃的特别开胃，而且小小方便，妥妥出行必备。但吃完饭发现还是抬不动，就开始找朋友，给通讯录都要翻出火星子来了。这段实在是太燃了。半夜11点多，除了我那几个活该倒霉的哥们，还有好多特意赶来帮忙的粉丝，甚至还有个哥们跟对象吃饭呢，给对象扔着了，自己打车过来的。这10几个人少一个，我们可能都上不去这个桥。如果有记载的话，这一定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别伟大但没什么用的奇迹。后来感谢了各位爸爸，但余生的路我们还得自己走。有个哥们给留了个拖车绳，这算救了大命了。过桥的时候，上坡就拖着走，下坡就推着走。虽然中间推车抛锚了几次，但还算顺利。然后就一直那么走啊走啊走啊，感觉这一宿给身高磨没2厘米。后来遇着个出来晨跑的大爷，他说：“你们这是要去西藏吗？”我心说西藏在哪儿我是不知道了，但西天可能是越来越近了。等走到新家的时候，天都亮了。巧合的是，这边也没有电梯，我们就这么一顿一顿往上挪呀，感觉每使一次劲儿都在脑淤血的边缘。最后用了2个小时才给他仨整上来。这3瓶酒到家一滴都没洒，要感谢的人太多了。我们现在虽然喘气儿都困呢，但还想先给大伙磕一个。完稍微收拾了一下，房东说在露台给我们留了个惊喜。我走着就发现这爹给我们留了个10年的，我服了，他居然管这玩意儿叫惊喜。